接下来看看美国了，美国的大火野火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赫斯特这个位置是在北部，被说100%控制哦，这在相对北一点的位置，目前已经烧掉了323公顷。其实，在另外的断崖带火的部分，烧掉的是9191公顷，只控制了22个百分比，所以很多地方都还在烧，因为呢，也仍然有一些焚风啦，下一次可能会复燃的各种的点哦，一直在零星的发生，所以洛杉矶野火影响的真的很大，而且还没有完全控制。被问会不会影响2028年奥运在美国举办呢？加州州长纽森说：“哦，洛杉矶居民会为洛杉矶举办奥运做好准备，即使在最佳条件下，主办奥运是艰难的任务。”也会提供闪耀出众的机会啊！这真的是蛮大的挑战，因为这次烧掉至少8.2兆的经济价值，到底谁要买单？那很多民众流离失所。虽然有些是有钱人，很多富豪，可是仍然呢，保险啊、各种纠纷，还有25条人命的丧生，都面临了长期的财务问题。那这个当地媒体就问了，为什么加州在当地老是在野火区盖房子，然后又重建呢？那包括了建材啊这些，为什么没有相关的管制呢？这些进行抗火加固的成本，大多数地方政府都难以承担，以至于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街区吗？到底为什么？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呢，由外交部发言人所表达的，目前是表示慰问了哦。那甚至美国加州山火进入第9天，还说希望中国捐钱捐物。那只是4个字表达而已吗？川普就职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看到马斯克一直有钱拿车子啊送到当地就职典礼，习近平说去不了哦，这个是应美方邀请的结果，最后确定是由这个韩正国家副主席的代表出席，因为很早就习近平就预料应该不会出席的，而韩正出席川普就职典礼呢，大陆的外交部是说希望还是能够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互利的关系才是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抖音这件事情，就职典礼被邀请出席周受资，大家都对他在美国参议院接受听证会的表现非常印象深刻。那这种出席川普就职大典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也代表着接下来川普对于相关政策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吗？而川普的准国安顾问说，新政府会采取避免措施，让抖音不会陷入黑暗，现在很多都逃难到小红书去了嘛，数量非常的大，叫做抖音难民哦。那用户呢，转战小红书之后，柠檬这个叫柠檬的，成为当地下载前2名，甚至还成为免费的冠军啊，小红书啊、柠檬吧啊，哎呀，这个都是创作者的串流的结果。但中美之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美国的政府想要相关的禁令越来越严格，包括了成熟的晶片，企业界或民间怎么运作？虽然目前还不确定哦，中国大陆部分会怎么来做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因为美国对这个301一系列的宣布跟限制的措施，包括的对大陆的造船业发的301调查报告。大陆的目前的表达都是说，美国造船业衰退跟中国没有关系。早在中造船崛起之前，美国造船业全球市占率就已经微乎其微。那因为我们也的确看到，在美国的码头，拒绝自动化的措施，全部都在人工的抗议嘛，持续在进行当中。所以从美国基建，大家在讨论整个国力的问题的时候，火灾啦、港口啦、所有的 AI 设施啦，都成为观察的指标。赖老师，我觉得美国的国家富到不行了哈。那美国的几个大企业，包括苹果啦、英伟达啦甚至微软啦、谷歌啦还有亚马逊啦、Meta 啦等等。他们都是富可敌国，都比很多国家总和都多很多哈。他们捐一点就行了，他们只要捐出来我想加州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他们可以在政治捐款随便一捐就有好几个亿，连要去出席这个川普的这个就职典礼都可以捐出几百万。所以我觉得他们为加州的这些灾民做出贡献，这没有问题。你要中国大陆拿人民的纳税钱捐给美国，美国不是朋友美国一直把中国当对手，往实力打往狠里打，然后你还要中国大陆拿物资、拿金钱来救助，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得到了，因为大陆人民也不会答应了。我觉得这个是强人所难，而且这样做也没什么意思
另外，韩正的出席跟我们在这节目中的预估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提出，就是韩正出席是不卑不亢，也就是说，美国同等于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的元首的这个职级，也就是说没有大小眼，没有把你美国当成特别伟大但是也没有把你美国贬成特别低，因为你过去是不会邀请外国的政府元首来的。所以过去都是驻美的大使去出席，日本也是一样嘛。那你今年你破例了我们看到他邀请的日本是外交部部长，澳大利亚也是外交部部长，还有印度也都是外交部部长。所以目前来讲那个 QAD 的3个国家那都是外交部长去出席，而不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但他们邀请的中国是国家元首。那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元首基本上是不出席这种就职典礼的，因此派了他的特使韩正这个就是不卑不亢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你美国是跟我在中美洲所看到的国家是一视同仁的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是很不错了TikTok 目前面临的一个不公平不正确的一个对待，那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对不起。一个讯息是，他的法院的执行命令是1月19，但是拜登的不具名的官员又是不具名不具名的官员放出来的讯息说，拜登政府不打算立刻执行，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烫手山芋要丢给这个川普由川普来决定要执行还是不执行，所以预估在1月19号那一天 ，TikTok 应该不会关掉。它应该还是可以再继续在运转，但是它已经出现了一股这个移动潮嘛，难民潮，难民潮叫做 TikTok 的难民潮。那 TikTok 的难民潮，它带来的另外一波的政治效应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些 TikTok 的网友或者是他们的大 V， 他们对于 Meta 的攻击批评更强烈。也就是说，他们的反应里面，他们认为说，我离开 TikTok， 我也不会被你 Meta 所吸引，也就是我就是不去。这代表什么？他们对主刻薄的厌恶，对脸书、对 Meta、对 Instagram 的厌恶。所以这一广大的上亿的人口，1点多亿的用户，他们打算移到这个小红书。那目前来讲，已经形成一股潮流，所以才引起了所有媒体的关注。而且它不只是美国媒体是全世界的媒体，而且是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在关注这个 TikTok 的难民潮移到小红书，所以很多人都在问小红书是什么然后小红书一下子在国际间就红了，这个广告真的是不容易这个免费的广告来的这么凶，来的这么大，而它证明了中国的这几套的软件就是 APP， 他们是功能是强大的，而且他们事实上比美国的功能都还强大。为什么？因为美国要用政治力去打压，然后你还挡不住，这个才厉害。就是短影音用生活化的各种讯息，这个创作者也可以有收益。那同时在这个社群的分享力量很强大。小舰长怎么看接下来美国现在实际在连火灾都没有办法处理完的状况，还有连整个 AI 在自己的锁国的保护主义里？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提问的是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他问的也就是中方是否向美国洛杉矶山火的这一些受灾的人民提出相关的一个援助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发言人郭家坤怎么说的。他说，第一个，那个发生严重山火，然后他说对于遇难人表示哀悼，然后对于伤亡人员的家属表示慰问。那美国你有任何的不满吗？我就问，也就之前发生了日喀则的震灾的时候，你美国有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当然，中国不需要，因为中国大陆早就准备好了。我们看到日喀则的这一些藏民，他们吃的是热食，而且他们很快的就恢复通讯，连无人机的这个基地台都立刻升空。这个就是人家做好了准备。洛杉矶的山火已经不是
第一年烧，它每进入21世纪之后，每一年都烧。那美国你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你做的准备其实只有在那个川普的就职典礼上，有这么多大咖，通通都提供了最少100万美元。这些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到洛杉矶去呢？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吧？到底有哪些公司？我们讲到有 Meta， 也就是那个 Facebook 的母公司，还有 Amazon 亚马逊，还有 Apple， 还有 Google 微软，你们通通都出了100万美元。而且这100万美元是台面上的，有没有台面下的，我们不知道。然后还有更夸张的，也就是有关于这一些加密货币的老板也出钱。我们看到 Ripple 的这家公司500万美元，那个 Robinhood 200万美元，那的 Coinbase 100万美元。你们如果能够感同身受洛杉矶人民现在所受的苦，你们为什么不去援助呢？简单讲，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山火发生这样，有钱的不需要帮忙，那没钱的呢？你们根本看不上，你们根本也不想帮忙，你们只想要围在川普旁边喊那个 USA USA， 但是真正的 USA 其实都被烧得差不多了。难道因为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就不用加以支持吗？我倒是看到一个新闻说泰勒斯他也捐钱了。对啊，其实有部分人是捐献，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美国已经逮捕了一个纵火嫌犯，说他趁火打劫还去放火。那其实这个绝对不是单一个人去放火造成的，因为美国每年都有这样的天灾，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下一次奥运怎么办，因为告诉各位，3月3号就要办奥斯卡，就是在洛杉矶，能不能办呢？因为过去都是在杜比戏院里面办，这一次能不能办，大家都很吃惊啊。那2月19号就要公布入围名单，到时候到底在哪里办，其实还可以让很多人在那边比比抓的。好，那可以看到一场大火，刚听我们2位朋友讲，你就知道跟中国大陆比起来，这个简直是这国家的治理简直毫无能力。城市的治理啊，这简直荒唐到极点。然后州长纽森根本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国家如果连这样的一个反应都没有的话，那你如何说到处要去挑起人家战争呢？如果在美国那真的也不用说有恐怖分子对你怎么样，只要找一些人到各森林里面去放火，你国家就大乱了嘛。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整个川普攻击拜登救火救得很差的时候，那其实川普有他的思考啊。川普讲这个就是那些非法入境的人来搞的啊。那当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这里带，可是你要看川普其实虽然大家知道他商人在商言商，他很多事情他是有考量的。川普对抖音 TikTok 美国版的他的态度是什么？他这一次获得年轻选票多了14%。好，那抖音有1亿7千的那个的美国有这样的那个户数啊，所以可以看到川普他在乎的就是说这个人不能帮我壮大我将来共和党的选举，因为川普现在的布局是怎么样？他这一届当完他就不能再当美国总统，不能寻求连任，所以他交给他的副手，他的副手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必须让小川普来当他的副总统，各位知道了吧？他现在的布局大概是这样。那他们很需要这些年轻的选票跟台湾很像，所以年轻选票他会去哪里？他喜欢 TikTok 啊，在里面他的短视频或什么，大家看得很开心啊。那大家觉得说，这个就是川普能够赢得这么轻松的一个理由啊。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要保护啊。过去第一个喊出说要禁止 TikTok， 要求他卖给美国人也是川普。可是经过一场选举以后，他整个所有东西都改变了，为我所用就可以了。对，所以选举对川普来讲，才是真实的。那只要我选上以后，我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我还可以传给我的后代子孙，这是他的思考啊。好，接下来看看俄乌战争了，倒数计时在3天，马上川普就要上任了。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真的有可能停战吗？那么现在传出来，美国的提出的方案叫做用一个和平协议的方式，有中立区，有缓冲区。那所谓俄罗斯可能可以拥有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已经有哪些呢？这些区域通通都是。也就是说，如果画800英里作为新边界的时候，这边的区域是目前俄罗斯占领的，那是怎样？是直接拥有吗？还是设立缓冲区？还是怎么做？现在有说3种方案是美国提出来的。第一种，直接缓冲区监控，现在最支持乌克兰就像英国嘛，就英国部队缓冲区进行巡逻。第二种是西方联盟在乌克兰首都的附近，就是基辅形成防御的边界，还要到那边去帮忙然后第3种是训练跟防空支援，又是英国在乌克兰的西部训练乌军，而波兰防空系统确保他们的安全，所以都不是美国啦，因为现在没办法指望美国，就英国想办法，但是这个区域就整个直接被占掉了吗？这是和平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跟条件吗？为什么被说只有英国？是不是只剩英国在挺乌克兰？英国的首相施凯尔还特别去访问基辅，这阵子已经很少看到这些欧洲领导人去访问了。他跟泽伦斯基还签订了一个安全、防卫、科技、经济、教育的100年伙伴关系协议，他强调要100年呢。那不可以低估双边友谊的关系。哇，英国是真正真心在挺吗？对，100年呢。那光是现在24小时多少天之内，川普想要他处理的这个和平协议，到底那要怎么挺？怎么会不会怎么样的安全协议？我们真的是问号，以后就在那边巡逻就对了，不知道。但英国跟乌克兰议定的深化长程打击合作呢，就内容大概就是包括了英国增援炮管150座机动型新防空系统等等。而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呢，包括立陶宛、拉脱维尔、爱沙尼亚呢，也预计2月9号要脱离俄罗斯联合电力系统的协议，迎接能源独立。那立陶宛呢，政界还警告波罗的海这些国家要做好准备，应对破坏行动，都有各种的在能源经济上的角力。而德国呢，却是其中一个被说是不是撑不住了因为从来没有中国大陆在这个欧洲里有一个自己的车厂的，但现在传出来，为了要扩张在欧洲的影响力呢，大陆有意去买下福斯，就德国福斯汽车的即将关闭的2间工厂。所以这代表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可能交易成为大陆有史以来对欧洲最敏感的投资，它拥有了在德国的2个车厂。那也是不是代表福斯营业额各方面当然下降了，整个 GDP 成长，德国也就像福斯汽车一样，一直不太有利梅克尔任内当然很强结果消资上来之后不断的往下掉。尤其俄乌战争之后，美国算是占尽了很多能源方面的便宜，但是欧洲呢就只是付钱买单而已嘛，国力经济竞争力却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大家比一比，有 BBC 自己在分析的，过去呢，梅克尔在担任总理的时候访华11次，媒体形容在中美战争、贸易战各种紧张局势底下，梅克尔才是真的拥有话语权，可以跟两边，尤其跟中方都可以磋商的人。而现在外媒形容萧兹呢，访中谨言慎行，他去了也没什么用。那甚至外媒批评这个当中谨言慎行呢，只担心德中爆发贸易战，对于德国的压力过于温柔，也提不出解决的方案，甚至在整个欧洲，过去梅克尔的领导力的舆论或者大家一起共同为欧洲的力量的这件事情也不复存在。所以当经济火车头故障 ，GDP 德国连续2年的萎缩，今年也被说也会继续衰退的情况之下，马斯克跑去跟人家缴获给钱去支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选举他说我这个是选择，这个是温和的选择啦，那是德国政坛形容叫费解，是华盛顿邮报费解，那其实也不用费解，就是想要影响他的政局跟选举结果而已像德国的学术界就很不满说他介选挺极右翼，超过60所的大学还发布联合声明，要退出社群 X 来抗议。但是呢，这个抵制的声浪呢，马斯克显然是不在乎啦赖教授，先看看俄乌战争。俄乌战争要永久停战或者长期的停止战火，我觉得当然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以目前的方案来说所由美方的特使所放出来的这个方案来讲，恐怕是一厢情愿了因为这样的一种安排
我的判断，俄国的接受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对俄国人来说的话，怎么可以允许这个英国或者是欧洲的军队？因为本来美国特使他是希望说由英国跟欧盟的军队不要北约但是问题就是英国跟欧盟绝大部分都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他们的军队进入这个乌克兰的话，这个俄国怎么可能会接受？俄国要求的是中立的第三方，那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俄乌战争中没有批评任何一方的，也没有偏袒支持任何一方的中立第三方，那他才有可能接受。那中立第三方基本上就是像中国大陆啦、巴西啦像瑞士啦这些国家，他们就是中立第三方嘛。那如果由中立第三方来的话，俄国才有可能接受。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已经回绝了美国特使，他说这不可能的事情直接就已经回去了。那怎么又把这个案子又重新再提出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也就是说，川普他自己也承认，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了，会不会拖到半年都说不一定那当然要经过很大的一个磋商。有关于这个福斯的问题，这个当然也涉及到德国人的颜面问题。这个就好像美国钢铁一样，因为当日本的制铁想并购美国钢铁的时候呢，美国人觉得他的自尊心受损嘛，因为美国钢铁在宾州曾经代表美国的荣耀，也是美国成为工业大国的一个指标。结果今天已经衰败到要被日铁来并购。那日铁为什么要并购美国钢铁呢？是因为日铁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钢铁的占比，中国大陆占60%，那日铁已经没办法跟大陆竞争了嘛。就是除了中国大陆一个国家的钢铁制造量，就是全世界的总和还多。那所以在竞争这个部分里面，日铁也已经越来越辛苦，所以它需要跟美钢合作来把它并购壮大，然后再有办法竞争。现在的福斯也陷入了财政的亏损，那他也不堪负荷了，所以他要裁员。那他要裁员，这个就动摇到这个德国的根本的问题了。可是我觉得德国要务实，因为德国这个民族会比较务实。我判断很有可能德国人到最后会采用 Volvo 的这个案例。Volvo 原本也是这个应该是瑞典的国宝嘛，国宝车之一。它也是后来经营到快要倒闭了，财务亏损，那经营不下去了。后来是被中国大陆所并购，但是中国大陆并购以后呢，它的管理人才除了少数几个关键的以外，中国人派过去，绝大部分他们的工程师、技工、技术工作人员还是留在那个地方，还是留着来使用，所以没有减少他们的就业机会。可是相对来说，由于它更适合亚洲，也就是说由中国的管理阶层来设计的时候，你看台湾有一个非常漂亮、气质很好的女星，好像王君玲是不是还是什么？张钧甯，对不起，因为我对演艺人员了解比较少，她就好像有代言 Volvo 的一个职场上的新女性，知性的女性，这样的 Volvo 自驾游的那种帅气。结果在台湾，你看那个 Volvo 卖得很好，然后它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在亚洲市场卖得很好 ，Volvo 起死回生了，而且转亏为盈，开始赚钱，他们的就业反而又扩大了，而且政府还有税收。所以这些也都是证明说，原来被并购并不都是一件坏事情。那福斯如果这2个厂被中国大陆并购的话，然后重新的新的经营理念，甚至把电动车的理念加进来的话，或许在欧洲打开一条血路，那个福斯从此以后从死里活生。我觉得这个是好事，福斯也没有反对但是他的要求是说合作了，不要说并购了，因为并购很难听，但是合作。我觉得它是不排除的，这代表什么？中德的汽车合作的空间是存在的。就看看官方最后的反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新政2.0震撼特别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全球严阵以待，经济战略、外交布局将如何撼动世界？全方位深入分析。1月21日锁定 TVBS 56频道。
战争到底有没有可能停下来？像美国媒体所传出来，美方提出来的版本，这个缓冲区来了3个方案呢、那几乎就是俄罗斯占领区就直接原地占领嘛。其实啊，我们看到川普2.0即将要启动啊。那第一个先实现的呢，也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在卡达、埃及以及美国，卡达跟埃及真的能够斡旋吗？没有啊，真正斡旋的就是美国嘛。所以要在15号的时候，这3国斡旋，要在19号的时候生效。那现在这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啊，也就是英国的那个首相施凯尔跟法国的总统马克宏，现在他们又推出这种方案。我请教啊，当初泽伦斯基讲的这么大声，第一个要加入北约，我们在这3条里面看得到吗？这3个方案里面看得到吗？没有啊。第二个，他说要收回2014年克里米亚的这个领土，而且他要恢复乌东原来的领土，这里面就是现况的解决问题啊。所以泽伦斯基把这么多条人命送上了那个战场，推进了绞肉机，什么都没拿到。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他只要不要冲动，不要去将这个加入北约入线，有今天这事吗？没有啊，那个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战死沙场。可是他保住了总统大位，一直做下去。哎呀，这总统能不能继续干下去是个问题哦。而且我们刚刚讲到说啊，所谓的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不，他一定干不下去的。但是命有没有都是问题啊。那我们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人，他的一个子弟那个直接的战死沙场。现在你当初说开战就开战，你现在说停战就停战，那我死去的家人呢？所以他还有没有命活下去啊？这是个问题。我们刚刚讲到英国这个泽伦斯基的好朋友啊，他现在说，哎呀，我们要帮忙乌克兰重建这个快速反应机制，还有增援防空系统。他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啊？现在人家都准备进入停火，你不是还跟马克宏在谈停火？你为什么要继续装备乌克兰呢？其实，因为他清楚得很，这个有关于重建的这一块大饼啊，英国你是捞不到的。所以，那他说，那我就帮你强化你的一个国防，这也是赚钱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些国家没有一个安什么好心眼的，全部通通都只是要让乌克兰当绞肉机。乌克兰人民何其无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新政2.0震撼特别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全球严阵以待，经济战略、外交布局将如何撼动世界？全方位深入分析。1月21日锁定 TVBS 56频道。德国当然政局现在也还有不太稳定了哦，但光是这个汽车产业本来是他们的国本，现在也产生了一些景气上的变化。其实全世界啊，你要看啊，就很多国家，他的领袖如果选对了，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稳定。欧洲那时候最强的就是德国，不管经济或者政治的稳定，因为梅克尔当了16年的总理，霸气十足。他霸气十足，而且他有办法跟习近平跟普京对话。他们都是共产国家出身的背景啊，他们有共同的那种语言跟默契，所以普京听他的。如果梅克尔还继续当德国总理的话，不会有俄乌战争了。好，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哦，他到中国大陆10几次，他甚至到菜市场自己买菜，打扮成中国的村姑，太可爱了吧？对，大家看了好喜欢他，这就是嘛。那现在中国大陆最喜欢的人是谁？就是马斯克的妈妈，她叫梅爷。她刚好相反，是贵妇型的。她是贵妇型，她是中国的网红，然后她就是全球守护的妈妈。她到过中国大陆12个城市。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最新国际以及国内议题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小舰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来看看一个最新一早听到的，算旅游业者殷殷期盼的好消息，直接由中央电视台所发布，由文旅部所宣布的消息。福建、上海居民即刻开始准备，要有相关的准备程序，要开放团客到台湾旅游了。针对这2个地区先行开放，那这个公开的消息让大陆的国台办也立刻跟进，直接发表了记者会的说明，说乐见其成，希望民进党当局尽早解除禁团令。我差点看成戒严令啊，禁团体的戒严令嘛，结果这样的宣布呢，还有立刻早上一早。台股、观光股都哇上扬。那我刚好早上访问了旅游的业者，他就跟我说：“哎呀，就现在只有一个期待，就是陆委会不要说话，叫陆委会不要坏事。哎，拜托，在这个过年的档期，是国内业者非常难过的一年啊，因为大部分旅客往外走，国内的国旅啦，还有相关的产业啊，都受到了非常难过的一个寒冬啊，所以旅行业者说希望从善如流，拜托，我们也赶快接招吧。那陆委会终于他也讲话了，他还是得讲话啊。他回应说欢迎陆客来台旅游，每次都讲欢迎，然后有没有但是？他说具体实施要等陆方公布具体做法。上次上海方宣布要开放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啊，你要真的有开放啊，人家就是中央也已经宣布开放了呀，尽速循小两会来进行沟通。观光署其实很早他就已经支持是开放的啦，因为他也有那个观光客来的人次的。KPI 压力很大其实都没有达标啊，所以他说台湾准备好了，观光署提早就在喊啊，那到底办不办得成，有没有可能真的顺利来台？民进党议员的这些批法就可以知道一点风向嘛。陈怡君说，中国先做面子给蒋万安，典型以商逼政，然后再来 PUA 啦，给胡萝卜啦哈。许志杰说可能有统战的疑虑啊，陆委会要多加斟酌啊，要不要拒绝开放啊？这个才是旅游业者最怕的，就是不要再来坏事，不要再讲话了。好不容易春暖花开，等到花儿都谢了，现在花好像有机会再开了吗？其实，在台海的关系之间呢，美国当然是关键。有一位政治人物，美国的前大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到台湾来了，16号抵台，要跟赖总统啊、萧美琴啊都要见面啊，亲眼了解状况。这个内容说是要提醒台湾说，美国是台湾的盟友，不允许香港发生的事情在台湾上演。如果说川普最讨厌的人第1名是裴洛西的话，不知道彭斯有没有前5名，因为关系也不太好。看看过去的新闻，川普虽然过去是副总统，但是呢，闹翻的时候，川普还多次要求彭斯在国会联席会推翻选举人票的选举结果啊，结果他都没有达标嘛是不是像现在柯总召的态度一样呢？所以呢，就最后还2个人闹翻，弄得很不愉快，所以川普即将上任，赖清德见的是仇家。因为国会暴动之后再也没讲话的这2个人是外交骑兵嘛？大家在问外交部说，彭斯是应民间单位邀请访台，属于私人行程，但他见的层级可都是我们最高的啦，总统跟副总统。彭斯在访港的时候曾经出席一个论坛，前几天的事情而已他当时在演讲上面怎么说的？他说，形容中美2国是经济的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如果一方有让步的话，另一方也会有所回应。他也称赞香港在回归之后是充分的展现了活力跟经济实力上的增长。这是彭斯在香港出访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香港还有一个人黎智英，因为被现在还被羁押当中，认为他有叛乱等等的嫌疑，在庭上这一次的公开审理，他讲了一段话，被媒体报道出来说，黎智英承认跟前美国国安顾问波顿见面之前，还有一份笔记传给了当时的蔡英文总统智囊江春南，那也是之前一周刊的这个文胆这样讲，内容谈到美国可以利用台湾作为抗衡中国的杠杆，甚至当时有一些费用的穿梭也不用台湾政府出钱，是李智英帮忙出的钱。那被问说干港，台湾如果作为干港，我们想这个词上一个是谁？现在还在打仗的不就是乌克兰吗？那未来呢？普京就在俄乌战争当中，接下来怎么发展，一定要跟川普见面啦，马上1月20就要上任啦。他的目前报道出来的内容都很强硬的表达，
将要求乌克兰大幅缩减跟北约的军事联系，而且成为一个拥有有限军队的中立国，就等于要把它武功给废掉的概念，只能成为一个其实很早他就提出来了，要成为一个中立国，就不会有这些战争的情况发生啦。美国抗中，印太的威慑力量现在如何？我们来检视一下。美国卖给日本就 AG-158B 的这个联合空地飞弹，射程被说超过1000公里。那其中还有一个协议呢，就包括了这种飞弹啊，一系列主要防御设施的提供，还有协助。那日本航空的自卫队的战斗力要都具备可以挂载各该武器的能力啊，但是在冲绳这里有个驻军缩减的实际的行动是如此的。美国的海军陆军司令部，海军陆战司令部说，关岛呢位在国际换日线另一边，距离潜在的冲突地区比较远，所以战略位置对美国来说太远了，相对不利，所以这些移防呢，不确定这是不是符合美国最大的利益。但是这个移防呢，是不是也对于中美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些关键敏感的影响呢？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耿爽就有一段谈话了，他说这是美方在乌克兰的对中国的污蔑，他认为不可以接受。听听这段内容。With those exports. China's exports directly fuel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ts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This support makes China the decisive enabler of Russia's war. 今天我可以说的更直白一些。第一，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补给，那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当然就是否认提供乌克兰战争补给，很有意思。他其实英文当然很好，可是他刻意用中文来在现场做发言。华府智库表示，川普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印太盟友推向中国啊。接下来跟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恐怕都会跟中国大陆之间再也没有什么民主小朋友同盟的关系的时候，川普的这样的态度也影响了美中台。尤其是美中之间在区域之间整合的力量跟影响力。董哥，先来看看旅游。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旅游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观光股马上就上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如大旱之望引你已经太久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台湾为什么大家这么多期待？因为我们的观光它其实牵扯到非常多的行业，餐饮、旅游、游览车，对不对？还有一般摊贩。可以看到了，那为什么期待那么久？我老实讲，民进党已经挡非常久了。中国大陆这个团没有来，是从2019年8月的。那时候因为香港正在反送中，然后台湾正要选举，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氛围。大陆有警觉因为他们担心民进党在台湾生事碰到陆客有哪一些事情，故意把它闹大，然后变成一个台湾人民就很愤慨。大陆怎么可以？观光客来这边说我们是属于他的一部分，这个是很寻常的，平常都会讲怎么可以说应该统一那都可以做文章啊。所以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把陆客暂时停止，没想到选举一结束，疫情就来了，所以就停到现在。那我们当然也把它停了，我们从疫情也是把它停到现在，可以看到了两岸那时候的互相敌对跟不信任非常的严重，但是这一次。他其实有几个契机。去年的马英九跟习近平在北京的会面，习近平就讲说，我们大陆会让很多大陆同胞，组团去台湾看一看，那时候都已经很明确了。可是我们陆委会又出来讲风凉话了。那第二个就是当然这一次的双城论坛，上海说我们上海会的团客会可以过来，陆委会又开始讲风凉话了。各位朋友，两岸的不能正常的这样的交流的话。其实赖清德政府跟陆委会扮演一个阻挠的角色是很明显的。那他现在又会提出来你必须小两会必须怎么样，会提出一堆条件现在我们前面一直说大陆不开放都是大陆没有宣布，现在大陆都开放都宣布了，然后你又开始拿出一些枝枝节节的。各位朋友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旅游业的人他是这么的愤怒？大家记得吧？去年我们的观光客目标本来是1200万，那时候的交通部长叫王国材，那他那时候看好说应该6月以后就会开放了，结果一直没开放，后来就下修为1000万。那我们去年多少？大概750万了。各位朋友，这影响很大，而且陆客的消费
它是非常的惊人啊。所以今天看到了，中国大陆正式的宣布说，福建跟上海的团客可以进来的话，其实给大家的鼓舞非常的大。可是，如果照民进党一向的逻辑，现在抗中，你看台北市议员陈怡坚出来讲一些风凉话然后许志杰也出来讲一些风凉话。显然，民进党现在内部还有很多人认为抗中他们才有选票，所以动不动就说韩国瑜是中国狗这在立法院公开讲，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心里还觉得应该用抗中才可以把他们的基本教育派把它稳住。可是台湾的人民要生活啊，你只要刚听我讲，我们这个观光客的数字，你1200万为什么会搞到750万？然后为什么人数是这么少？因为你少了陆客这一块。你那时候为什么要算有？因为你把陆客这一块算进去，可是你没有友善啊。那现在你一直讲说中国大陆不开放，我们就不开放，它已经开放啦。那你呢？你现在还要再讲一些枝枝节节的话，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台湾人民。那当然啦，民进党当然他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阴影，他怕很多人去中国大陆，实际上看了，看了他就会发现，原来中国大陆不是民进党，还有那些立媒所形容的那样啊。因为中国大陆很多东西太进步了。以我来讲，我常去啊，我从金门就坐小三通就过去，你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我们也不用，没有人接待你啊，你随便坐个公车，你随便去哪里看，它的进步已经超过你想象了。各位朋友，你要不相信，你只要到金门，在金门的海边看厦门，你会以为那是杜拜。我真的不骗你啊，我们20几年前小三通开放的时候，他们比我们金门差多少啊？现在的厦门比台北还热闹，还干净，还像一个有水准的城市。我真的不骗你，我不会厚此薄彼或者讲东讲西。可是你真的自己亲眼去看，民进党就怕你亲眼看，这就是最大的症结。他们就做一个小舰长，就是到大陆去看，然后就被出征的。我们这样讲也就是从11月12号这个珠海航展之后我前后到了中国大陆2次那在这2次的经验里头，其实我去过了厦门，我去过了珠海，我还去过福州我们来往的班机班客满。那这个问题也就是不开放观光，但是有非常多的国人用脚走路，就是我自己去可以了吧？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想到2026年也就是在厦门的翔安国际机场它开通了之后，那是不是未来就不用跑到这什么仁川跑到东京跑到杜拜跑到新加坡去转机直接从那个翔安国际机场出发到全世界，那是不是更为方便呢？那个时候你民进党还要继续挡吗？而且民进党为什么一直在讲那个小两会，就是海旅会跟台旅会？因为他想要创造一个好像是台海两岸实际上有进行对谈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并没有，那是事务性的问题嘛。那至于说美国现在开始要卖日本那个 AGM-158的这个飞弹，这个是对地攻击飛彈，它的距离约略到达1000公里那我们这样子讲我们仔细看这是由那个F-15携带的。那我们再来看其实现在他们还有另外一款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 F-15携带的1、2、3、4、5。一共5枚，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同一家族的长程的攻船飞弹，那也就是 AGM-158C 所以是同一个家族，前面都是 AGM-158。那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大家真的觉得日本买得很开心吗？不，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心态跟台湾差不多，因为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突破之后，美国就开始卖我们什么样的武器我们看一看，这是去年10月到11月，日本已经成功的试射它的12式改
的这一种攻传飞弹。那这种飞弹它的射程呢，1000多公里。那现在你卖又准备开始，当人家突破什么你就卖什么，就好像台湾有了雄2，我就卖你鱼叉。那台湾有了天宫之后，我就卖你爱国者。所以日本的感觉不是这样啊，感觉也不太愉快。那至于说现在这个陆战队美国的陆战队司令啊，说这个有关于他部分的兵员啊，也就是有9000人要撤到关岛或者是太平洋其他岛屿，他觉得这样会使印太的威慑力减弱。你不要装了，你2017年日本的陆上的那个幕僚长就说这么一件事了，所以其实他们只是在表个态而已。但是他们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如果继续留在嘉手纳，有一天你就是第1级的目标。那老师怎么看彭斯到台湾来访问？彭斯到台湾来访问，我觉得赖清德的外交团队跟国安团队有点问题哈，因为彭斯现在对于川普来说，他算是对头哦。他虽然是同党的人，但是他是同党里面传统的共和党的领导人，而他直接表明了他跟川普的理念是不合的。那事实上，共和党内还是有一股力量，他们对川普是有意见的，对川普的执政有意见，而他是领导人之一。如果川普的势力在衰弱了，如果川普的影响力在衰弱，如果川普的民调在衰弱，那彭斯很有可能会反噬川普。所以川普对他来讲是虎视眈眈的。那对于他自己内部的人虎视眈眈，你今天却把这个人邀请到台湾来，而且他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政客。你看，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民进党的外交团队跟国安团队邀请的都是川普不会用的人，包括庞贝奥啦、波顿啦、余茂春啦，甚至这位彭斯，这一群都是川普他不会再用的人。那不会再用的人，等于是川普他认为他第一任不能连任的错误，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过境的时候也是跟裴洛西通话，对，最讨厌的第1名，最讨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那你选择这些人，你是不是要来骗台湾人说，你看他还是可以邀请到美国的副总统，可是前任的副总统却是川普讨厌的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外交安排吗？我个人认为这个应该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黎智英的问题，我觉得他在法庭就承认了，他跟港独跟台独是有串联的，而且他们是联合美国，希望美国打港独牌跟台独牌来去挑衅中国，来制约中国，甚至要跟中国大陆来讨价还价，有利于美国对于大陆的施压。这个等于是把台湾跟香港都带入一个火线里面，尤其是台湾，我觉得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很不负责任，特别是这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这样的一个行为已经证实了我们当时的推测，就是台独跟港独是联合，然后跟美独串联。我觉得这要把台湾逼向一个战争的可能性，这很不负责任的事情啊。